什么是黄金期货诈骗和 MT5平台诈骗呢？最近很多人会从交友软体加你的好友，比如说是使用 Line 或者是使用 IG，然后加了你的朋友以后呢，就会开始和你聊天。那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呢，他可能会提及有关就是黄金交易的这个部分，会让你觉得，黄金交易的投资报酬率好像很高。接着呢，他就会介绍你去下载币安这个平台。那币安呢，其实是一个国际的虚拟货币的交易所，所以如果你从 Google Play 上面要下载它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它下载的人次其实是蛮高的。那如果你想要加入币安的这个平台的话，你也是需要经过认证。那这些认证呢，就会让你觉得，好像蛮有保障的。那你就会进而的就会觉得说，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进了币安以后呢，当你注册好诈骗你的人呢，他可能会跟你说，那我们就要来买虚拟货币进行交易啦，因为黄金期货的交易是需要用虚拟货币来进行的。那在交易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请你去买虚拟货币。那买虚拟货币有很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呢，就是在币安的 C2C 的这个地方，你可以去进行就是虚拟货币的交易。那有些人呢，可能也会在 C2C 的这个平台进行交易的时候被诈骗，因为呢，平台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交易商，那有些人可能在交易的时候没有取得货币，那你的钱就被诈骗走了。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能就是你自己去购买虚拟货币，然后你再把它汇进去。所以买虚拟货币呢是有好几种方式。那在诈骗的时候呢，诈骗的人会请你买就是这个绿色的号码，这个绿色的就是泰达币，是 USDT。然后呢，完毕了以后，他会请你下载一个平台，叫做 MT5的平台。那 MT5呢，你在 Google Play 上面也可以看到，它下载的人数其实有超过1000万次。那你就会更信任，觉得这平台交易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感觉还蛮多人在使用的。那 MT5 平台是什么东西呢？ MT5 的平台呢，其实是一个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交易平台。那这个平台是可以用来做外汇、股票跟期货市场的投资，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常常就是会被诈骗的人利用来怎么利用？就是他会用没有受监管认证的经销商来在 MT5 里面呢，就是让你进行交易。那你可能就会因为这个经销商是没有经过认证的，或是假的经销商，就会把你的钱给骗走了。然后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是，其实呢，这些诈骗你的人呢，他们是蛮厉害的，他们会为你量身打造你的剧本，他们会透过大概2到4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取得你的信任，然后呢，经过这个聊天的过程呢，来打造你的剧本。他也会去查一些你在网络上可能 FB 啊、IG 啊，看你的照片跟你的留言，来帮你写适合你的脚本。那他们在长时间的聊天取得你的信任以后呢，他们会在聊天的过程中不时的提起自己在进行这个黄金金融的交易呢，收益量有多少。那他们也会在聊天的过程中问问看你是有多少的资金，或是你有进行过什么其他的投资。那他就会建议你可以把这些投资呢全部都移来黄金交易，因为他觉得这边的收益比较高，这样子你就是可以获利的更多。那这些就是没有经过认证的经销商的平台呢，会长什么样子呢？其实在网络上可以查到很多，就是上面是没有认证的经销商，而且这些经销商的平台呢，其实都制作的就是很像真的，那你就是会更容易相信，就是这个交易商是真的交易商。所以呢，就我举例了2个交易商，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有2个平台。那这2个平台的交易商呢，其实看起来你都会觉得，就是好像蛮信任可靠的。然后这些交易商呢，它也是需要进行认证的，就是你要去取得它的会员。
那你看你在写会员资料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就是感觉像是一个蛮可靠的交易商，然后你就是要完成这些资讯。那诈骗你的人会常常跟你提起说，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又使用的交易商啊，它都是要经过实名认证的，它是要看你的证件的，所以不是随随便便的。那你就是会更相信，就是对，就是他们真的就有实名认证，然后也有取得你的资料，确定这个人是没有问题的，才可以使用。所以呢，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些服务网站的平台是真的还是伪装的平台、山寨的平台？因为很多山寨的平台，其实它的官方网站注册都没有满1年，而且他们都会使用 MT5 的名义，或者是创建假的 MT5 的平台来进行诈骗。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网站的网域来初步的先进行过滤查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就是这边呢，就是有2个是可以查询网页的地方，我们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到这些查网域的地方。那我们透过这些查网域的网站呢，把网址给贴进去以后，会发现就是像刚刚的这些平台，如果出现了这边黄色的部分，它是2021年7月25号才创建的网域，或者是下面这边2021年1月22号才创建的网域。那像这种创建的网域时间都是非常短的，所以其实这些网站就是都是比较有问题的网域。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平台，就是你看注册的时间短短1年，不到1年，或是几个月。那或者是他注册的人名呢视为私有的，然后或者是上面注册的国家呢，可能就是可能在中国，或者是他注册的这些电话呢，有时候甚至就不是上面写的国家，可能是泰国或其他的地方。所以呢，诈骗的人怎么利用就是 MT4、MT5 的平台来进行诈骗，有哪些特点呢？第一个是他会利用交友软体来诱导你，所以他会在交友软体上面取得你的信任。那国外有一些案例呢，是就是可能会透过 WhatsApp 的 APP， 然后呢，或者是呢，他们可能会用 Line 用 IG， 然后会在上面就是用一些他们假的联系地址，然后来说服当事人进行外汇的投资。然后或者是呢，他会假装是误以为是曾经见过面的朋友，那跟你聊天，分享他的近况，分享你的生活，让你放心，然后放松了警戒了以后呢，他就会开始耐心的就是跟你进行对话。然后这些好朋友呢，通常会扮演着有钱也不缺钱的角色，像是可能珠宝公司的老板啊、CEO 啊，而且会不时的分享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生活。那当你可能在投资资金上有困难的时候，他甚至会想要帮助你。然后他也会告诉你的本名，或者是会传他的身份的证件来取得信任。那他也会开视频，以前的诈骗是不会开视频的，可能只用文字。那现在的话呢，可能就是诈骗的对象会找一些帅哥美女，或者是他们会设定自己是薪水很高的老板，那他可能会开视讯，或者是跟你通话来取得你的信任。所以呢，当你如果就是发现就是我好像被诈骗了，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赶快报警，而且不要再把资金再流入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通常呢，他们诈骗的时候会承诺你保证会有高额的收益，他会表示呢，就是他有好好的在研究这个东西，那你可能就是没有这么的了解，那你就是可以经过他的带领来操盘，那你就可以有很高的获利。那你会发现呢，这些网域呢，其实他们是没有经营的牌照，而且呢，常常在当你要出金的时候，他会要你缴交保证金或者一些风险金。所以呢，这些假冒的就是经纪商呢，他会阻止你出金，而且呢，假冒的这个 MT5、MT4 的平台呢，有时候会出现 Line 的客服，可是这个平台其实是没有 Line 客服的。那这些赖客服可能就是诈骗集团在跟你联络使用的。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当你要出金的时候，
可能平台会跟你说，请你缴交税金跟保证金，或者是客服人员会说，公司我们有些通融的条款，你只要缴交获利的10%或50%的税金。那其实诈骗者他可能已经帮你获利了，可能超过150%以上，就是可能获利的很高。那你可能要缴交的税金就会非常的高。那当你发现你的税金缴交不出来，没有办法把你的本金取回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尽办法投入更多的资金，为了要把你的本金取回。但是当你投入的时候，那些本金或是你投入的钱就会拿不回来。或是当你要出金的时候，客服会就是要求你就是要交获利，像我们刚刚说的税金跟获利，然后出金他们会一再的拖延，一直拖延到最后没有下文。所以呢，就是165的诈骗专线有特别，警方有表示说，通常只要是正规的这些交易的平台呢，只要你要出金的时候，他们是不会阻挡的，而且是不会有任何需要缴税金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被诈骗了，这些钱是拿不回来的，你就要赶快就是先去咨询165。然后呢，165平台的警察会跟你说，就是你要到附近的警察先进行报案，那就要把你的资料全部都备齐去进行报案。然后我会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就是这部电影叫做《巨额来电》。那它里面呢，就是有讲述很多就是人被诈骗的过程。那还有一些人可以看到他被诈骗的一些情绪的反应，可能诈骗的人他是情绪会变得非常的低落，或者是他被诈骗到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可以先去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最后是你发现其实被诈骗完以后，你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就是我明明就已经很小心了，怎么还会被人家诈骗呢？因为你很聪明，但是诈骗你的人他比你更聪明，他为了要诈骗你，他讲话的话术，还有他帮你写的脚本跟剧本都是量身定做的。所以就是如果以后遇到可能有人要找你投资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多询问身边的人，就是你可以找10个人先询问一下，看这样子合不合理，或者是这个有没有风险。那最后呢是就是被诈骗的人呢，通常他因为你投资，如果你投资了很多的资金在里面，或者是甚至是你全部的资金，那你可能在心理的方面是会非常焦虑的。那你有可能会失眠、睡不着，或者是情绪低落，或是没有食欲，甚至就是会很想轻生，会感受到就是人生是没有价值的。那如果是遇到这样子的情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就是除了可以找信任的朋友、家人聊聊天以外呢，就是你可以去看医生，可以去看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医生，就是让自己可以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然后重新振作再出发。那希望就是这个分享对大家是有帮助的。然后如果身边有朋友呢，或者是家人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呢，也可以给他一些警惕，然后不要让他的钱就被别人给骗走了。